我是女子学校唯一的男老师。上一任男老师和我交接完工作后，意味深长地留下一句话：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张瑞说完这句话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一个人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来。其实从入职到现在，我整个人都是懵的。我是体育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投了好几份简历，只有在这家学校面试成功了。来学校的时候，我才发现这里居然是一个女子学校。可是女子学校为什么会招一个男老师？就算是为了上体育课，也有女性的体育老师啊！我想不明白。不过这里的薪资待遇很不错，还有独立的宿舍。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我就没再想下去。到了学校后，教导主任陈荣让我先去和上一任体育老师张瑞交接工作。第一眼看到张瑞时，我被吓了一跳，这个男人简直瘦得吓人。张瑞脸颊深陷，眼圈发黑，嘴唇上面没有半点血色。他虽然有着1米8几的个子，可身上没有半块肉，只剩一层薄薄的皮肤贴着骨架。瞬间我就明白了他离职的原因，这副样子不是得了什么大病就是稀了。张瑞性子很冷淡，除了一些需要我知道的事项外，没有多一句话。可我总感觉他浑浊的眼球总在我转身或者低头的时候隐蔽地打量着我，这让我很不舒服。交接完工作后，张瑞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很古怪，有羡慕有不甘，还有很多我看不明白的情绪。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他说完这句话后，慢悠悠地走了。他这句古怪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不过我也没放在心上。看张瑞这个样子，可能精神都不太对劲，说些神神叨叨的话也正常。在办公桌前坐下，我伸了个懒腰，想着后面即将开始的教学生涯，心里有点激动。拉开抽屉，我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放进去。在最下面那个抽屉里，我发现了一张档案，档案是张瑞遗留下的。看到上面的信息，我有些不敢置信。张瑞的年纪居然和我一样大，可看他刚才的样子，说比我大10多岁肯定都有人信。往下看去，我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张瑞的入职时间居然是在1个月前。档案上粘贴着张瑞入职时拍的照片，照片上的张瑞浓眉大眼，笑着露出一口白牙，白色背心下，他身上古铜色的腱子肉高高鼓起，充满力量和美感。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档案，我绝对不会相信照片上的人就是刚才那个瘦得像个骷髅一样的张瑞。这时，我突然想到什么，瞳孔瞬间缩成了一团。从入职到离开，短短1个月的时间，张瑞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变成这样？他离开时对我说的那句话又是什么意思？我还来不及细想，教导主任陈荣就走了进来。走吧，你带的是高3的体育课，同学们都在等着你呢。说完，他过来扯着我的手臂就把我往外拉，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触感，我不禁脸色一红。陈荣今年30岁，身材丰腴，身上一条紧身的包臀裙更是把曼妙的曲线都凸显了出来。他这么亲昵的动作，让恋爱经历不多的我有些招架不住。都是成年人了，还这么拘束做什么？我这样你都脸红，等下看到那么多女大学生，你不得浑身发抖啊？我被他说的不好意思，不过陈荣的话确实有些道理。在这个都是女生的学校里，如果我的心态调整不过来的话，确实不行。在去操场的路上，陈荣和我介绍起了这所美德成人女校。这里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些孤儿，或者从小是留守儿童长大的女生。美德成人女校是美德基金会慈善修建的学校，学生们在这里算是学习大学的课程，不需要交学费和生活费，一切费用都由基金会来提供。听到这里，我心里一阵感动。现代社会像这种不求回报能做实事的慈善机构不多了。陈荣说，美德成人女校实施封闭式教学，除了重大节假日，学生们都不能出学校。一旦发现有人想要偷溜出去，就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这个规则对教职工同样适用。我看了看高耸的院墙和上面的铁丝网，想起刚进学校时门口那密密麻麻的摄像头和女警卫，心里不免一阵犯嘀咕。如果不是提前知道，我甚至会以为这是一所监狱。陈老师，如果有人违反了规矩想要跑出去，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呢？听了我的问题，陈荣瞬间就沉默了。他深深看了我一眼，没有明确的告诉我答案。你最好还是不要违背的好。那一瞬间，我居然从他的眼底看到了一丝恐惧，那恐惧转瞬即逝，仿佛是我的错觉一样。陈荣停了下来，推开前面的一扇门，看到门后的场景时，我整个人都愣住了。门后是体育馆的场地，里面叽叽喳喳的声音在推门的瞬间就传进了我的耳朵。场地中间，几十个女生正在一边聊天一边聊天热身。这些女生们都穿着紧身短袖和热裤，举手投足间白花花一片，不断晃动，让我呼吸都不由自主地急促了起来。集合了！那些女生们连忙站好，排成了一个整齐的方阵。陈荣把我带到队伍面前介绍道：方明方老师。陈荣开始介绍新老师，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在我身上，娇滴滴的声音响彻了整个体育馆。方老师好，欢迎方老师。同学们好。女生们听了之后都捂着嘴笑了起来。陈荣拍了拍我的肩膀，神色古怪地笑了笑。好好享受你的教学时光吧。等他走后，这些女生的目光顿时变得大胆了许多。为了活动身体，我换上了背心和短裤，她们炽热的目光在我裸露的身体上不断搜寻着，让我顿时有些手足无措。与此同时，我也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这些女学生看我的目光不像是在看老师，反而更像是在看一件货物。虽然有些疑虑，不过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这是我的第一堂课，要是搞砸了那就完了。深吸一口气，按照脑海里演练过的教学内容，我让女生们散开，开始教导她们一些拉伸和热身的动作。这些女生们应该是有过基础，学得很快。我看到她们活动身体的样子，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场上的所有女生身材和皮肤都好得过分，白嫩的肌肤吹弹可破，稍微一运动就布满红晕。身材方面更是前凸后翘，肉都长到了该长的地方，没有一丝多余。她们明明只是刚成年，可身材方面却不输陈荣这种熟女。如果只有一个也就算了，可场上所有女生都是这样的，这让我有点疑惑。难道这个班里的女生都是特意筛选出来的吗？可要想挑选出这么多魔鬼身材的女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多想，女生们就把热身的动作做完了。细数了一下，场上一共是24个女生。我想了一会，决定让2个人一组，玩2人3组的游戏。这个游戏能锻炼学生们的核心协调能力，还能兼顾团队合作和竞技性，非常适合现在的场合。我按照就近的顺序把人都分配好后，又简单和他们说明了一下游戏规则。这时，一个女生走了出来。老师，我是体育委员黄秀秀。黄秀秀的脸圆圆的，反差可爱，配合她那和脸完全不符的傲人身材，放在外面的学校简直是女神级别的存在。她走到我面前，扯着我的手臂撒娇：老师，我们都没玩过这个游戏，要不我们2个先给同学们示范一下？我想了想，同意了他的要求，和同学们一起示范，能快速拉近师生间的距离，是一件好事。我点了点头，让黄秀秀站在我旁边，拿来绑带把我的左脚和她的右脚缠在一起。黄秀秀紧紧贴着我，脸上带着一丝得意，而其他的女生脸上或多或少有着嫉妒和怨恨的神色。我长相一般，还没有自作多情到自己的颜值能让这些女生吃醋，但黄秀秀就仅仅是和我一起演示一下而已。她们为什么会露出这样的神色呢？不过她们的这种表现倒是让我有点飘飘然起来。我一边指导着黄秀秀技术要领，一边带着她慢慢往前面走去。行走间，黄秀秀身上有一股我从来没闻过的香味，直直的往我鼻子里钻。突然，黄秀秀身子一个不稳，就往旁边倒去。她手扯着我的手臂，把我也带着倒在了地上。我重重的压在黄秀秀柔软的身躯上，那香味瞬间就浓郁了起来。感受着她身子的温柔和近在咫尺的那张面带羞涩的脸庞，我的呼吸瞬间就粗重了起来，太阳穴突突直跳，脑子里一个声音在不断循环：去吧，去做你想做的事。我狠狠咬了下舌头，才清醒过来。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已经搂住了黄秀秀的腰，脸几乎已经埋进了她的胸口。我吓得魂飞魄散，连忙站了起来。第1节课我就闹出了这样的事，肯定会被开除。如果黄秀秀去投诉我，说不定我的名声就全毁了。可黄秀秀的脸上不但没有半分生气，反而还有一些不甘。周围的女学生们也没有起哄，脸上的神色就像是在看一件很正常的事一样。我不知道自己后面是怎么咬牙上完这堂课的。下课铃响起后，我便逃也似的跑出了体育馆。我又遇到了陈荣，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面色带着古怪。方老师，课这么快就上完了？我不敢看他，支支吾吾的回应。是的。陈荣微微皱起眉头，但很快又舒展开来。没事的，方老师，我们慢慢来。你有的是和这些学生们相处的机会。走吧，我带你去食堂吃饭。听了陈荣的话，我的心情平复了一些。到了食堂后，我一下就闻到了黄秀秀身上的那股味道，这味道特别浓郁，正源源不断的从一个桶里散发出来。我看到有很多女学生正排着队从那个桶里盛汤。正当我准备过去看看是什么汤的时候，陈荣拉住了我。这些都是学生用餐区，我们老师的用餐区在另一边。拿着饭盘，我在教职工用餐区打了一份饭。这里的伙食非常丰盛，有枸杞鸡汤、生蚝、甲鱼，简直比我在外面饭店里吃的都好。陈荣有一搭没一搭的和我聊着天，直到看着我把所有的饭菜都吃完了，才满意地点了点头。方老师，你今天的课已经上完了，你可以选择在学校里逛一下，或者回宿舍休息，但是学校后面的区域是不允许入内的，希望你能遵守规矩。说完，陈荣面带警告的看了我一眼，端着盘子走了。我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才下午6点多，天还没黑，正好可以在学校里走一走，熟悉一下环境。说来也怪，这个点学校里居然看不到任何学生的影子了。我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学校里，有点瘆得慌，胡乱转悠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后面的区域。那里是一栋大楼，窗户都被厚厚的窗帘遮挡住。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从大楼里传了出来，我竖起耳朵一听，顿时红了脸。那是女人的呻吟声，而且好像是很多女人一起发出来的声音。难道消失的女学生们都在里面？她们都在做什么呢？好奇心让我忘记了陈荣的警告，慢慢朝着大楼靠近。越靠近大楼，那声音就越来越清晰。我走到1楼的窗户边，想看看能不能通过窗帘的缝隙一窥究竟的时候，身后有人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被吓了一跳，猛地回头，发现是2个巡逻的保安，他们面色不善，眼里带着凶光。方老师，你不知道这里不能入内吗？我连忙和他们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下不为例。看着我离开大楼的范围后，那2个保安才慢慢收回目光。好奇心在我心里不断发酵，可我没有办法，只能等明天看能不能问陈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回了宿舍，我洗了个澡就上床睡觉了，可翻来覆去睡不着，黄秀秀的身影一直在脑海里不断浮现。突然，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了。方老师，我是黄秀秀。你有什么事吗？方老师，你先让我进去，我有话要对你说。我正要去开门，可从猫眼往外一看，却猛地停住了。黄秀秀面色潮红，身上只穿着一件白纱裙，傲人的身材显露无遗。这3更半夜，要是被人看到我让女学生进宿舍，孤男寡女的，我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白天上体育课发生的事情还历历在目，我不敢让黄秀秀进来，我真怕控制不住自己。我死死抵住门，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就好了，老师不方便让你进来。黄秀秀又说了好几遍，可我还是不愿意开门。我能感觉到黄秀秀的声音越来越急促，语气里也带上了一丝恐惧。方老师，求求你了，
你让我进来吧。我叹了口气，没有再回复黄秀秀，希望她能知难而退。可没想到黄秀秀居然哭了，她用指甲抠着门，声音惊恐，仿佛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方老师，如果今晚你不让我进来，我会死的。听了黄秀秀的话，我有些生气了。这孩子还学会撒谎了。接下来无论黄秀秀说什么，我都没有搭理她。不知过了多久，外面没了声音，黄秀秀走了吗？我凑过去，从猫眼往外一看，正对上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方老师，你记住，我是被你害死的。我被吓了一跳，刚想询问她，黄秀秀却急匆匆地走了。因为这件事，我晚上很晚才睡着。第二天，我一出门就看到了2个医护人员抬着蒙着白布的担架准备上救护车。看到旁边的陈荣后，我连忙跑过去询问怎么了。陈老师，这是怎么了？陈荣似乎心情不太好，看我的眼神里带着冷漠。黄秀秀同学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我像是被雷劈中一样，脑子嗡嗡作响。难道黄秀秀昨晚上说的是真的？我没让她进来，她就真的会死？但是我又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黄秀怎么会有心脏病呢？昨天上体育课的时候，她活力十足，气息平稳，不像是心脏有问题的人。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靠近救护车，想要看看她的尸体，可陈荣死死地扯住了我。方老师，人已经死了，你就别过去给护士人员添乱了。我心里万分惊疑，却也不好反驳，只能停下脚步。可在医护人员把担架抬上车的时候，有风吹起来的一紧。当我看清黄秀秀尸体的瞬间，我惊恐的差点尖叫。起来。风吹起的是上半身的白布，我正好看到了黄秀秀的脸。短短一晚上时间，原本珠圆玉润的一个美少女，居然瘦成了一具干尸，就和张瑞一模一样。只有那双眼睛，才让我勉强认出这还是黄秀秀。黄秀秀尸体的眼睛睁得老大，里面带着恨意，仿佛在死死盯着我，怨恨是我害死了她。我被吓得闭上了眼睛，在睁眼时，担架已经被抬上了车，仿佛刚才看到的只是我的错觉，但我的心里却掀起了滔天巨浪。此刻就算我再不懂医，也知道黄秀秀不是因为心脏病死的。可陈荣为什么要向我隐瞒真相呢？而且他刚才拉着我，也是为了阻止我发现真相。黄秀秀、张瑞，学校后面的大楼，这些人和物为这个学校抹上了浓厚的诡异底色。一时间，我有些害怕，甚至想着要马上离开。可陈荣死死攥着我的手腕，语气里带着不容抗拒。方老师，要到上课时间了，你快去准备吧。我不敢被他看出来我发现了什么，只能硬着头皮答应。按照课表，上午有一节游泳课，我是专业练游泳的，还拿过好几次大奖。到了游泳池后，那些女生已经在等着我了。她们穿着3点式的泳衣泳裤，年轻女生最美妙的身体几乎都被我一览无余。我心里升腾起一股火焰，可很快就被黄秀秀尸体的惨状扑灭。等她们都排好队之后，我随口问起黄秀秀的事情。你们都知道黄秀秀同学的事吗？她们七嘴八舌地回答着，知道啊，她已经死了。老师你不用自责，这和你没关系。方老师，别管她了，我们快上课吧。看着她们这副冷漠的样子，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我道，朝夕相处的同学死了，难道你们不伤心吗？站在我前面的一个瓜子脸的女孩翻了个白眼，这有什么好伤心的？我们每过一段时间就……她突然脸色一变，然后紧紧闭上了嘴。我眯起眼睛，心想这个学校肯定藏着秘密，这个秘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看这些学生警惕的样子，我知道也不能从他们嘴里套出什么东西。开始上课的时候，这些女生面对着只穿泳裤的我，露出了和昨天一样的炽热目光。这次我非常小心，避免和任何学生有太过亲密的接触。就算是一些女生让我指导动作，我也是站在旁边远程指导。就在我以为能安稳上完这节课的时候，刚才那个瓜子脸女生突然爬出了泳池，她脸色惨白，捂着肚子跪倒在地。我连忙走过去把她扶起来，还好吗？我现在就送你去医务室。瓜子脸女生摇了摇头，指向旁边的更衣室。老师，我肚子有点不舒服，你扶我进去休息一下就好了。我把瓜子脸女生扶进更衣室后，她却用脚把门带上了。瓜子脸女生脸上的痛苦一扫而空，一把抱住了我的身子。老师，现在这里只剩我们2个了，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闻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异香，感受着身体里越发躁动的欲望，我心里警铃大作。我赶紧屏住呼吸，想要把瓜子脸女生推开，可她却眼神迷离，越缠越紧，浑身都开始颤抖起来。老师，不要害怕，没有人会进来的，只要你想，我都能配合你。我心脏砰砰直跳，感觉自己快要憋不住气了，心一横，用力扭住她的手，一把将她推开后大吼一声：“你在干什么？”瓜子脸女生愣住了，脸上恢复了些清醒，她呆呆地看着我，眼里满是不敢置信。你怎么和他们不一样？我连忙趁热打铁地问她：“我和谁不一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可以告诉老师吗？如果有什么困难，老师可以帮你。”瓜子脸女生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半天才开口：“方老师，你是个好人，你快走吧，你不适合这里，这里就是地狱。”说到这里，她脸上的表情瞬间转变为极致的恐惧。砰的一声，瓜子脸女生居然直接朝我跪了下来。方老师，求求你了，你就要了我吧，不然我会死的。听着她和昨晚黄秀秀在我门口说的一模一样的话，我脑子都快要炸了。难道我不和他们发生关系，他们就会死吗？这也太离谱了。可结合昨晚发生的事，我却偏偏不得不相信。一时间，我仿佛被2匹马拉扯着，整个人都快要裂开了。我无法违背道德和眼前的女学生发生关系，可又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她去死。我想了半天，才发现这个问题根本
无解。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外面传来了陈荣的声音：“基金会的领导们来视察了，你们快点集合。”瓜子脸女生仿佛听到了比死亡更恐怖的事，连忙站起来，飞快地跑出了更衣室。我也连忙走出去，指挥着女生们集合起来。游泳馆门口，陈荣点头哈腰地迎进来一群人，这些人都是中年男性，看着就是养尊处优的样子。他们看到这群女学生后，眼里都露出了金光，这种眼神我很熟悉，和女学生们看我一样，是看货物和工具的目光。这群领导互相低声说了些什么，互相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们走上前来，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就走了。等这些人走后，我发现女生们眼底都带着恐惧，甚至有好几个人都在不断的发抖。这时下课铃声响起，我想着赶紧离开，却被那个瓜子脸女生追了上来。瓜子脸女生像是一只受惊的鹌鹑一样，眼里满是祈求：“老师，我叫王安娜，今晚我来找你，求求你，你一定要帮我。”看着王安娜离开的背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拯救她，可我做不到。下午没有课，吃完午饭后我就回到了宿舍，一直等到傍晚，我才从宿舍里走了出来。我决定再去学校后方那栋楼看看，如果能知道些有用的信息，说不定能找到不发生关系也能解救王安娜的办法。出门前，我一直在窗户旁看着，我看到学校里的女学生在食堂吃过饭后，就纷纷有序地进了那栋楼，而且我也发现了那些女保安巡逻的规律，他们的巡查不算严密，只是机械地围着大楼绕圈，只要时机把握得当，我完全能趁着空档溜进去，躲在拐角处，看到保安走过去后，加速跑进了大楼里。大楼的构造和教学楼类似，走廊旁边是一间间教室，这些教室的窗户都被厚厚的窗帘挡住，我只能听到里面愈发强烈的声音。看了下旁边那个教室门上的牌子，上面写着调教室101，我心里一沉，似乎明白了些什么。顺着楼梯一路往上，一直到了6楼，这里的教室里就没有发出声音了。正当我准备仔细探查一下的时候，拐角处突然传来了交谈声和响亮的脚步声，我没有办法，只能扭开门，躲进了最近的一个教室。这里是教室的结构，可没有任何桌椅，反而摆满了铁皮柜。房间里没有开灯，黑漆漆的，而且有一股股冷意朝我身体里钻。我躲在一个柜子后面，竖起耳朵，想等着外面的人走了再出去。可没想到，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居然在门口停了下来。下一秒，门就被推开了。我躲在柜子里，死死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如果被发现了，会面临什么？我不敢想。啪嗒一声，灯被打开了，微弱的光芒从柜子的缝隙透了进来。在这一丝微光下，我感觉旁边似乎有什么东西。一回头，正对上张瑞那双瞪得老大的眼睛。我几乎快要把牙齿都咬碎了，才没让自己叫出声。张瑞居然死了！顿时，我心里的那一丝侥幸也消失无踪。在这里待过的人是不能活着走出去的，一旦被他们发现，我必死无疑。进来的2个人像是在整理什么东西，我听到拉链拉开的声音，接着我心里一寒，因为我又听到了刀具碰撞的声音。保洁问：“你说新来的那个能用多久？”保洁必道：“应该和上次那个差不多。”保洁又说：“我听说他还挺正经的，现在都没有对学生下手。”保洁必冷笑：“呵呵，假正经罢了，男人都是一个样子，就算他能忍得住，闻一闻蓝燕汤的味道也会变成发情的公狗。”保洁笑：“嘿嘿，这批果子要是熟了，我们的奖金肯定少不了。”保洁必泼冷水：“别多想了，先把这些废物处理掉再说，明天上面的人就要来摘果子了，这些东西不能脏了大人物们的眼。”说着，脚步声就到了我所在的柜子前面，我能从门缝里清晰地看到外面女人的脸和手里提着的闪着寒光的剁骨刀。我眯起眼睛，身子慢慢紧绷，事已至此，我只能和他们正面对抗了。虽然我的身体素质不错，可要对抗2个拿着刀的女人，我心里还是没有底。女人的手摸到了柜门，我正准备抱起的时候，另一个女人说话了：“前面柜子里的都是新鲜的，咱们先把后面的处理了，不然都快要有味了。”听了这话，柜门前的女人离开了。我看到他们从后面的柜子拖出一具枯瘦的尸体，2把斩骨刀手起刀落，尸体很快就被剁成了10几块，尸块像垃圾一样被丢进黑色塑料袋。这2个女人又去把其他的尸体拖出来，这些尸体都是男性，身上还穿着学校的教职工服装。原来在我和张瑞之前，还有更多受害者。直到袋子装满，他们才慢悠悠地推着推车离开。听见脚步声消失，我从柜子里走出来，推开门出去，走廊里一片寂静。刚才那2个人去处理尸体了，应该一时半会回不来，我有时间去其他地方看看。可就在我准备上楼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一条短信显示了出来，信息让我快走。我心脏顿时一颤，这是谁给我发的短信？我是该照做还是继续谈？最终我还是决定相信短信里的内容。等我跑出这栋楼的时候，刚刚好看到乌泱泱一群人走进了楼里。好险，如果刚才我继续往上走的话，肯定会被发现的。但是这条短信是谁发的？为什么要帮我？现在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去，我只能先回宿舍。到了晚上10点的时候，门外传来敲门声，是王安娜的声音：“方老师，我来了。”我死死捏着拳头，内心陷入了挣扎。到现在我哪里还不明白，如果和这些女学生发生关系，我很可能就会变成张瑞那样。可不这样做的话，王安娜就会死。听着王安娜在门外苦苦的哀求，我内心激烈的挣扎着。就在我准备开门的时候，外面的王安娜突然没了动静，难道她走了？可我没听到离开的脚步声啊。这时外面传来另外一个声音：“陈荣，开门。”我被吓了一跳，因为这是陈荣的声音。他来做什么？难道是要杀我灭口？这下我更不敢开门了。可陈荣的另一句话让我一下就打。陈荣道：“短信是我发给你的。”陈荣进来后把王安娜也拖进来了，我才发现王安娜已经昏迷了过去。王安娜皮肤发红，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非常吓人。可那些蠕动的东西好像被压制了一样，慢慢没了动静。陈荣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紧紧盯着我。我给他打了药，他暂时不会有事。长话短说，这个学校是美德基金会的一个实验地点，他们研究了一种名叫蓝燕汤的药物，给女生长期喂食蓝燕汤，1-2年后女生就会变成魔鬼身。
身材。但是长期喂食蓝燕汤也有副作用，副作用不定期发作，一旦发作就会死亡，必须要和男人发生关系才能稳定下来。学校之所以会招男老师，就是为了这个。我张了张嘴，那张瑞他，陈荣道，和女生发生过关系的男人，相当于把药物的毒性吸收到了自己身上，如果频繁的话，不出1个月就会被腐蚀成骷髅架子。我问道，可美德基金会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太大，就算真能变美，也不会有人买的。陈荣冷冷一笑，谁说他们要买药了？这种药物培育出来的女生才是最珍贵的宝贝，少女的容颜，魔鬼的身材，加上平日里进行的调教和培训，能让任何男人疯狂。在上流社会，拥有一个这样的奴隶，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他们之所以会办设福利学校接收这些成年的没学上的孤女，就是他们没有人关注，可以更方便把他们培育成玩物。我浑身发冷，这才明白过来，真是畜生啊！我满心气愤，可又疑惑地看着陈荣，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刚才又为什么要发短信救我？陈荣看了看我，眼里透露出赞许，因为你是第一个能忍住底线，不和女学生发生关系的老师。蓝燕汤的气味能勾起男人心底最深处的欲望，但你还是能坚守本心，说明你心中是有道德底线和良知的。所以我想让你帮我一起捣毁这个罪恶的地方。我没有急着答应，而是反问陈荣，你为什么不找别人？陈荣摇了摇头，这里的其他人都被洗脑了，他们为了巨大的利益，甘愿出卖自己的人格和良知。你和他们不一样，如果美德基金会不被铲除，你最后的归宿一定是死亡，没有人能在知道这么多后活着离开，所以你有不得不帮我的理由。陈荣说得很对，我没有拒绝的理由，想要活命，和他合作是唯一的办法。见我点头答应后，陈荣和我说出了他的计划，明天这批学生就彻底培育完成，那些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都会来到这里进行一场拍卖会，到时候学校里的安保措施会全部集中到拍卖会那边，而大楼的顶层存放着这么多年来所有的交易资料、名单和视频，只有能拿到那个，借助网络的力量发酵，我们才能成功。作为教导主任，我明天肯定脱不开身，所以你必须要去顶楼把资料拿到手。说完，陈荣眼里闪着光，死死地盯着我，这次必须成功，不然你活不了，我也很可能会被顺藤摸瓜一起处理掉。我沉默片刻，问出了心里那句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里继续这样下去，享受着权力和高额的待遇不好吗？陈荣没有说话，眼底好像有泪光闪过，因为我也是个女人。到了第二天，我被告知有重要活动禁止外出，然后被锁在了宿舍里。这件事是陈荣亲自来办的，但是他设置好了时间，电子锁会在1小时后自动解锁。我透过窗户看着无数豪车驶进学校，一张张只在电视上见过的面孔出现在我眼前。随着最后一个人进入礼堂，滴滴一声，门口的电子锁应声而开。我开门左右望了望，拔腿就往大楼跑去。虽然正在进行拍卖会，可大楼附近还是有巡逻的保安。我躲过他们的视线，进了大楼，快速的朝着顶楼跑去。顶层最里面的房间存放着资料，陈荣告诉了我密码，只要我过去用密码开了门，就能拿到资料。可我刚冲到顶楼，2道目光就紧紧盯在了我的身上。走廊尽头的房间门口居然守着2个女保安，可陈荣明明和我说过，这里没有人守卫的。看着朝我冲来的2人，我知道自己没有退路。本来我以为自己对付这2个女人很轻松，可交手的一瞬间我就错了。她们招式很辣，力气也大得吓人，要不是我学过一段时间散打，很可能一瞬间就被她们拿下了。我竭尽全力都不是她们的对手，身上挨了好几下，钻心的痛。这样下去，我失去反抗能力只是早晚的事情。突然，我想到陈荣对我的告诫，门锁的密码你千万要记牢，一旦输入错误，走廊里就会喷出大量的催眠气体。我咬着牙，拼着身上挨了好几拳，冲到门口，随便输入了一串密码。随着滴滴的警报声响起，天花板上喷出了细密的雾气。那2个女人震惊地对视了一眼，就想往外面跑去。可我虽然打不过她们，缠住她们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从小就学游泳，肺活量远超常人。我在赌，我能比她们憋气憋得更久，能在催眠气体里站到最后。那2个女人的衣服被我死死拽着，任由她们对我拳打脚踢，我都没有吭一声。不知道过了多久，她们身子一软，倒在了地上。我拼着最后一口气，扑到门前输入了密码，把门关上后，我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房间里那台电脑，我激动地笑了。这边的动静似乎惊动了礼堂那边的人，我听到汽车的轰鸣和很多人的叫喊。我赶紧打开电脑，拿出 U 盘对资料进行拷贝。这时我的电话响了，陈荣的声音带着惊恐和焦急，方明，你快走，为了保护资料，他们启动防御程序，准备焚烧大楼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整座大楼就好像晃动了一下，下一秒天花板上开始喷射出熊熊烈焰。我看向电脑，上面显示还要5分钟才能传输完毕，可按照这个形势下去，5分钟后我根本跑不掉。我的目光不断在电脑屏幕和门口徘徊，太阳穴突突直跳。如果这次我跑了，那么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向世人揭开美德基金会的真面目了。可如果我不走，等待我的将会是死亡。感受着扑面而来的热浪，我狠狠一拳砸在桌上，火焰渐渐蔓延，可我没有动弹。脑海里黄秀秀和王安娜的脸在浮现，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是老师，要对我的学生负责。拿起电话，我对陈荣说道，我走不了了，到楼下来，我把 U 盘丢给你。说完我就挂了电话。时间流逝，火焰吞噬着房间里的一切，冒出滚滚浓烟。我忍受着烈焰的炙烤，尽量保护着电脑。时间还有2分钟，可我怀疑我已经坚持不到那个时候。漆黑的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周围的温度越来越高。我死死屏住呼吸，因为我只要吸入一口，剧烈的咳嗽就会要了我的命。又是1分钟过去了，火焰已经烧到了电脑的电源线，可我无能为力，只能祈求老天保佑能在断电前把数据传输完毕。轰隆隆一声巨响，天花板直接朝着电脑桌砸了下来。我咬着牙，双手用尽全力往上一撑。
万幸旁边有个柜子顶着，才让我勉强支撑了下来。可手上的皮肤被灼伤，甚至能听到滋滋的声响。我发誓，这是我过得最久的1分钟，无法呼吸，双手不断传来剧痛，浓烟熏得我睁不开眼。正当我意识已经恍惚的时候，电脑滴的一声，数据传输完成了。我一个机灵，任由天花板砸在电脑屏幕上，弯腰拔出 U 盘就朝着窗口跑去。楼下，陈荣带着其他的同学在朝我挥手。我发现每个房间外面都装着空调外机，如果我能跳上去，说不定可以顺着这些外机下楼。有了生还的希望后，我又多了一丝力气，把 U 盘放进口袋。我扒着窗户跳到了旁边空调外机上，用力晃了晃，还算牢固，能支撑得起我的重量。我看准下面的空调外机后，纵身一跳，空调外机被我砸得哗哗作响，不过还好没有掉落。我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按照这样下去，我就能活着下楼了。可当我跳到3楼的时候，咔嚓一声脆响，支撑空调外机的钢条断裂了。我身子一个不稳，直接从3楼栽了下去。完了，我绝望地闭上眼睛，可想象中的疼痛没有传来，我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接住。睁开眼睛，我看到了陈荣和那些女学生们的脸，她们手拉着手，像是一张网把我托举在了中间。陈荣抹着眼泪，我们成功了。听着远处传来的警笛声，我也笑着流下了眼泪。警笛声越来越近，红蓝光在夜幕中交替闪烁。我躺在地上，被学生们托举着，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因为疼，是因为后怕。陈荣蹲下来，把我从人网中拉起来，他的眼睛红红的，但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轻松。U 盘呢？我摸了摸口袋，指尖碰到那个小小的金属物件，心才算落回了肚子里，还在。10几辆警车冲进学校大门，全副武装的警察鱼贯而出，领队的是一个女队长，40出头，姓韩。她快步走到我们面前，目光扫过我和陈荣。韩队长，谁是负责人？陈荣上前一步，我是教导主任。这所学校涉嫌非法拘禁，违背妇女意志，故意杀人，所有证据都在这个 U。韩队长接过 U 盘，转身下令控制所有出入口，搜查学校后方那栋楼。警员们迅速散开，我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陈荣扶住我。就在这时，一辆黑色轿车从学校深处冲出来，撞开铁门，疯狂逃窜。韩队长抓起对讲机，路口设卡，拦截一辆黑色轿车，但那辆车已经消失在夜色中。陈荣脸色铁青，基金会的人跑了。救护车把我和学生们送到了医院。我手上烫伤了几处，护士包扎的时候，我一直在想那辆逃走的车。陈荣坐在走廊里，手里攥着一杯凉透的水。我问那辆车里坐着谁？陈荣道：基金会在这个片区的总负责人，姓严，我只见过他2次。韩队长来了，他换了便装，但气势一点没减。那栋楼里找到了13具男性尸体，都是过去3年招聘的男老师。你入职3天就搞出这么大的事，真是命大。陈荣问：能抓到严总吗？韩队长顿了顿，已经在全城布控了，但你们得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案子牵扯的人太多，不会那么快。我看向病房里的王安娜，她还在昏迷。我问那些学生呢？他们体内有药物残留，如果不治疗，1周之内就会死。韩队长沉默了几秒，我会联系省里的医疗资源。他走后，陈荣坐到我旁边。方明，你怕吗？我说怕，但怕也没用。凌晨3点，王安娜醒了，她先是愣了几秒，然后猛地坐起来，大口喘气。我冲进病房，别怕，没事了，警察来了。王安娜盯着我看了很久，眼泪涌了出来。方老师，我以为我死了。我安慰道，没事的，你没死。陈荣也进来了，把门关上。王安娜看到陈荣，身体明显僵了一下。陈荣叹了口气，我知道你怕我。以前我确实是在替基金会做事，但从今天开始不会了。我在床边坐下，安娜，你们班上还有多少个学生？王安娜擦了擦眼泪，24个。我们都在吃药，如果不吃就会发作。我问发作是什么感觉？王安娜身体颤抖，像有东西在身体里钻，如果不找男人就会死掉，最后像黄秀秀那样。我攥紧拳头。第2天上午，韩队长带来一个消息，省里已经派了医疗团队过来，下午就到。但有个问题 ，U 盘里的资料太多了，光是交易记录就有上万条，我们需要时间梳理。陈荣问严总抓到了吗？韩队长摇头，还没有，但我们在机场截到了一个人，王建国。王安娜听到这个名字，整个人僵住了。韩队长看向他，你认识？王安娜的声音在发抖，他是我叔叔，就是他把我送到这所学校的。他在基金会里负责挑选买家。陈荣握着王安娜的手，你愿意作证吗？王安娜点头，眼神坚定。下午，医疗团队到了，带队的姓周，是个40多岁的女医生。我们需要对所有学生进行检查和治疗，但药物需要时间调配，最快3天。3天后，第一批药到了，周医生开始给学生们治疗。王安娜是第一个，针扎进血管的时候，她没有皱眉。我站在门口看着，陈荣走过来，方明，韩队长说王建国开口了。我问他说了什么，陈荣压低声音，他供出了17个买家的名字，其中有几个是市里的官员，但他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他说他上面只有严总，严总上面还有人，但他没见过。我皱起眉头，那严总呢？陈荣叹气，还没抓到。就在这时，韩队长快步走来，脸色不太对。方明、陈荣，你们过来一下。我们跟他走到拐角处，我们查了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所有资金最终都流向一个离岸账户，而这个账户的持有人是一个已经死了5年的人。我和陈荣对视一眼，异口同声问是谁。韩队长眉头紧拧，美德基金会的创始人周美人。我愣住了，周美人，我在学校的宣传栏上见过这个名字和照片，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宣传栏上写着她已经于5年前病逝。我一脸错愕，她没死？韩队长摇头，不知道，但那个账户在她死后还在运作，每年都有大额资金进出。如果她真的死了，那就是有人在用她的。陈荣脸色也变了，我曾经见过周美人，但那已经很久了。我和韩队长同时看向她。陈荣说，5年前我刚入职的时候，她来过学校，当时她身体很好，一点都不像要死的人。1个月后就听说她病逝了。韩队长追问，你确定你见到的就是周美人？
人。陈荣点头，确定是当时的教导主任亲自接待的，所有人都叫她周女士。韩队长拿出手机，调出一张照片，那是从旧新闻里截取的周美人出席活动的照片。陈荣看了一眼，就是她。韩队长收起手机，我要去查一件事，5年前那场葬礼，棺材里到底有没有人？翌日，韩队长就带来了答案。韩队长神色凝重，周美人的墓地是空的，我们申请了开棺，里面只有几件衣服，没有骨灰。陈荣倒吸一口凉气，所以她真的没死。韩队长点头，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就是基金会的真正幕后主使。所谓严总只是他的代理。我问能找到他吗？韩队长道，正在查。他5年前死后就没有任何出入境记录、就医记录、银行取款记录，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李副厅长从省厅赶来，带来了一个新的线索。王建国供出了一个地址，是周美人生前在郊外的一栋别墅。我们已经派人去了。下午3点，前方传来消息，别墅里有人居住的痕迹，但人已经走了。现场找到了大量文件，包括一份手写的名单。李副厅长把那份名单的照片给我看，上面有几十个名字，分成2类，一类是买家，一类是保护伞。保护伞那一栏里很多都是熟悉的名字，这些人总在电视报道出现。陈荣看着那个省厅的名字，脸色发白。这个人我见过，他来过学校。李副厅长立刻上报。当晚，省里成立了专案组，直接接管案件。韩队长被调离了。李副厅长说不是因为他有问题，而是因为需要避嫌。名单上的一个人是韩队长的直属上。陈荣问我，你信他们吗？我诚实的摇摇头，我不知道，但现在只能信专案组。与此同时，王安娜与其他24名女学生的治疗有了明显效果。他的脸色红润了一些，不再那么苍白。周医生说，只要坚持治疗2周，大部分学生都能康复。我松了一口气，但严总还没抓到，周美人也没找到，这2个人像空气一样消失了。陈荣说他们会露面的，这种人舍不得钱。正如陈荣所说，没几天，那个严总落网了，他在边境试图偷渡，被警方截获。韩队长虽然被调离了案件，但还是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追问，他交代了。韩队长答道，还没有，但他带了一个保险箱，我们正在找人打开。严总落网的第2天，保险箱开了，里面是周美人的护照、3本不同名字的证件，还有一封信。信是周美人写给严总的，只有一句话：如果我出事，你什么都不知道。韩队长说，这封信的字迹和别墅里找到的手写名单字迹一致，基本可以确定周美人就是幕后主使。我问，那他现在在哪？严总说他2个月前就离开了，去了哪里他不知道。又过几天，李副厅长来医院看我，方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王建国和严总都会被起诉。那17个买家里，已经有11个被控制。我追问，那周美人呢？李副厅长道，国际刑警已经介入，他跑不掉的。我点了点头。李副厅长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还有一件事，省里决定给你和陈荣颁发见义勇为奖。我愣了一下，我不要奖，我要那些学生好起来。李副厅长看了我很久，把文件收了回去。行，那我替你拒绝了。他走后，陈荣走进来，他跟你说什么了？我道，说要给我发奖，我拒绝了。陈荣笑了一下，我也是。在医院养伤的时间里，25个学生也在一直接受着治疗，其中已经有20个完成了第1阶段的治疗。王安娜是恢复的最好的一个，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她走到我面前，站定。方老师，谢谢你。我笑，不用谢我，谢陈老师，谢那些医生。他低下头，我都谢。方老师，我想继续读书。我看着他，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那就读，我们都会帮你。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了光。陈荣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养病，等好了，我帮你联系学校。王安娜点头，转身回了病房。陈荣看着我，你真的打算继续当老师？我点点头。陈荣道，那我也继续当教导主任，不过这次我想去一家正经的学校，大部分学生已经脱离了危险期。周医生说，再观察1周就可以出院了。韩队长来医院看我，带了一个消息，周美人在泰国被找到了。我猛地站起来，抓到了。韩队长看着我，国际刑警已经控制了他，引渡手续正在办。方明，你做到了。我摇头，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我的治疗逐渐到了尾声，学生们也全部出院了。王安娜是最后一个走出病房的，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头发扎了起来，看起来和普通的大学生没什么区别。陈荣联系了一家职业学校，那所愿意接收这些学生继续读书，而女孩们也希望学到一门手艺可以养活自己。临走的时候，王安娜抱了我一下，方老师，我会好好读书的。她松开手，转身走了。陈荣站在我旁边，看着他们的背影。方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你，这些女孩会怎样？我摇头，我不敢想。陈荣说，所以啊，你救了他们的命。我没有说话。25个，加上之前那些已经死去的，加上那些已经被卖掉的，我救不了所有人，但这25个我就下来了。1个月后，周美人被引渡回国，案件正式开庭，我和陈荣作为证人出庭。王安娜也来了，她坐在证人席上，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自己的经历。法庭里很安静，只有王安娜的声音在回荡。法官问周美人，被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周美人坐在被告席上，头发全白了，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她抬起头看了王安娜一眼，然后看了我一眼。我没有错，那些女孩如果没有我，连饭都吃不上，我给了她们一切。陈荣在旁听席上攥紧了拳头。王安娜站起来，声音发抖，你毁了我们的一切。周美人没有再说话。法官宣判周美人无期徒刑的时候，我没有在法庭里，我站在走廊上，看着窗外的天。陈荣走出来，站在我旁边。陈荣看向我，方明，你后悔吗？后悔来这个学校。我想了很久，最后摇摇头。3个月后，我在一所新的学校当体育老师，这是一所普通的公立中学，一切都很正常。陈荣在这所学校的初中部当教导主任，我们偶尔在食堂遇到，会坐在一起吃饭。走出食堂，阳光很好，操场上有学生在跑步，有人在打球，有人在笑。我想起张瑞说的那句话，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他不是在说学校，他是在说人性，守住底线，哪里都是天堂；守不住，哪里都是地狱。